走向世界，自陈氏一脉催发扬武新知，每一步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成长与超越。白旗的旗人，那么因为这个原因，就有特别传艺在学那个太极拳，在王宫里面，陈有功都是原汁原味的从杨老成大师、袁八豪大师学回来。其实他老人家很不习惯说，什么吴家、什么杨家、吴氏、杨氏，我们都是杨氏会学来的。杨吴两家同气连枝，渊源极深。这本《太极法说》是杨家传抄的太极拳老拳谱。当年杨班侯赠权佑共计32篇文章，俗称32目。现在以影印本形式全本面世的，只有吴公早藏《太极法说》。这套拳谱理论层次系统，内在逻辑严密，将太极拳升华为尽性立命、穷神达化的性命之学。太极法说是继王宗岳太极拳论之后又一座太极拳理论的里程碑。这个书就是所谓很多秘密啊，好像绝招啊，都是在里面了。传说的什么功法啊、太极念法，里面一一都写到里面去。好像太极拳分文武三成节，什么太极拳正功节都在里面。那看书是一件事，看书来练成功夫也是一件事，不是光说，也是懂得看，解释怎么用，这个是重要的，把这个太极拳很原汁原味的传到下一代。风云激荡的19世纪是太极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，几大流派历经岁月的沉淀与淬炼，纷纷。与此同时，拳佑之子吴健全也继承了父亲的衣钵，将杨氏太极拳的大架和小架相互吸收融化，几经研磨，遂成吴氏太极拳。但是吴氏太极拳的特点什么？有2个，一个是我们的步法，所谓是川字步，四川的川，川字步练松，难到高。我们练功嘛，不是用武啊。你的功练好，功夫有了，用的时候很多在手。第二个提点是侧中求直，这个是上盘功夫。下盘功夫，我们的腰胯这个胯不松，团不垂的话，那个裆就没有那个腰腿功夫，都是一种武术。有人说，快是香港的节奏，慢是香港的情怀。柔慢的太极拳开启了香港快节奏的一天。太极拳在香港的发展可以追溯到第2次世界大战，当时国运离乱，战火频仍，大批商人和知识分子纷纷辗转来港。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吴氏太极拳宗师吴健全携长子吴公仪来到香港，创建了健全太极拳社，成为太极拳在香港的第1代拓荒者。吴氏太极拳第3代传人英才辈出，吴公仪为其中翘楚，曾任黄埔军校太极拳教官。1937年，健全太极拳社在香港成立，吴公仪担任社长。1954年，在澳门为慈善筹款举办的吴陈比武中，吴公仪和吴氏太极拳声名鹊起。1954年，有个很轰动的比武，就在我后面，深花园游泳池，从前是爱都饭店里面的一个场地，在游泳池上面盖起了个擂台，在这来一场以武会友的
比武。叮都冇用啊！咦，嗰啲車老唔老嘢？何賢先生梗係落足眼力啦。1954年1月17日，澳门新花园名流云集，万众瞩目的无尘比武蓄势待发。无尘比武的历史背景颇有深意。当时，南拳对北来的太极拳并不友善，尤其质疑太极拳以弱胜强的能力。对此，吴公仪在媒体公开发声。本人深知太极拳之妙用，本社不论何时何地都可与中西拳师研究。此言一出，如巨石击水。澳门健身院院长白鹤拳家陈克夫反应最强烈，先是隔江与吴公仪呛声，继而提出要与吴切磋。后来呢，我爷爷就出来承受那个传世的挑战。那么香港这不行比武的吧？这是一个原因，就是香港有一个火灾为赈灾。澳门呢，就因为澳门可以打，就赚钱这个澳门的医院。那么这个医院就从香港跑到澳门去，把这个比武完成了。吴公仪首先上台，一袭深灰色长衫，风度儒雅，镇定自若。陈克夫穿白色蓝边浴袍，一派西洋拳师作风，台下掌声雷动。事情发生意外，就是他们本来是签了生死状，其中一个规矩就是不准起脚。第一个回来不够30秒吧，我一个攀来锤很快的，啪！他那位拳师穿了白的运动衣服，就血喷流了。大會咧立翻一張咧圍住呢個陈克夫血溅擂台，现场气氛骤然紧張。澳督史伯泰在贵宾席频频吸烟，艺人红线女见血马上掩面不敢看了。第一场开始了，紧张了，那位拳师起脚，我爷爷也不甘心，一个半南锤接了之后还一脚，弓箭吹停了，钱就抽到了，事又办好了。一场酝酿了数月的慈善拳赛，5分钟便告结束，双方未分胜负，握手言和。赛后，吴公仪拍着陈克夫的手说：“我老了，你还年轻，前途大有希望，望你努力。”无尘比武就此落下帷幕。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出来了？那时候不是为出名，是为了一个答案。今年很多武士都去挑战啊，打一打，就是为那个知名到提升的原因。这是很不幸。如果要发生的话，应该我的说法是比较有一个有控制的情况之下，好像有公正有点规矩啊，不要这好像跟街上打架有什么分别呢？无尘比武为时不足5分钟，社会影响却是始料未及。有评论说，这是中国太极拳史上第一次有确切文字记载、有影像记录、有规可依的体育性的竞技比赛，并且是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。53岁的吴公仪敢于站上擂台迎战35岁的陈克夫，究其根本是对太极拳技击能力的坚定信心。无尘比武不仅为吴式太极拳扎根港澳并传播于东南亚奠定了基础，据说还催生了梁羽生、金庸等一批武侠小说大师，继而引发了经久不衰的武侠影视热，使中国功夫以一种更富想象力的形式跻身世界文化的舞台。我一半东一半西，东这是传统家里的家教，
一般就是我在国外念书的所谓西方教育了。中西并蓄的文化背景对于吴光宇的太极拳事业颇有助益。1969年，他放弃国外副总飞机工程师的职位，返港帮助父亲吴大奎执教健全太极拳社。1975年，吴光宇前往加拿大接掌多伦多健全太极拳社，而后与欧美各国先后设立12所健全太极拳分社。几十年勤勉经营，如今学生遍及世界各地，可谓桃李满天下。学生的里面很多不同的职业，学生有，做生意有，打工有，家庭主妇也有，男男女女都有。年纪嘛也很奇怪，不是平常说的老人家啦，10几岁的小朋友，以及中年、少年、老年都有。他们每天来拳社练拳之后，进来都是很累的啊，练完拳出去，生龙活虎一样啊，很精神，很开心。我也已经瘦了一点点，以前我是胖很多的，一点点吧。太极拳并不是只是一个运动，而是一个传统的概念。除了太极拳以外，会有学到不同的事情，尊重他人啊，等等。那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学习，会让我们更了解除了太极拳，中国的传统与文化。吴氏太极拳在香港有教无类，努力惠及各个社会阶层。张伟良现任香港伤残青年协会副主席，也是香港康复联合会的主席，习练太极拳10年。他参与邀请吴光宇创编了坐式太极拳，并促成了在香港的推广。那时候还是在消防局的很高的官员，因为有一次在行动中有意外了，他失掉了腿。但是他的尚武精神，他的精神生存的精神很强，所以他还参加那个剑击，还拿到奥运的冠军2届。我在1996年到美国，那里是亚特兰大，那里是击剑的，我取了4面金牌，当年是很光荣啊！回来的时候，是我有4面金牌嘛这个也是我最光辉的时候。奥运会金牌是对张伟良自强不息的褒奖，也给了他一个重要启示：合理运动对于身体康复意义重大，他要为香港同胞谋一个大大的福利。我们在2005年找到了吴老师到我们的香港伤残青年协会参观，最后他就发展了这个吴家坐式太极，练了以后身体比较好了，病也没有了，也不用看医生了。这是最重要是我们残疾人的身体比较好一点了。在吴氏太极拳的弟子中，不乏香立志这样的成功人士。其父香直球曾是香港叱咤风云的炒股大王，香立志是吴光宇在香港招收的第1个徒弟，被称为香港首徒。太极的是一个很细微的功夫，很像我做股票的一样。股票呢，一个价钱，你决定是买或卖，但是呢，你的脑子想的不等于你会做的但是呢，太极呢就很快给我一个很清晰的决定。今天早上呢，我6点多了，我已经回了公司，到现在了都没有休息。
有些时候累，是因为你的身体的气血呢不流通啊。但是呢，刚才挤气以后呢，我的汗水是流出来呀，那是累的都一起了排出来呀，所以我现在一样的很精神。2017年6月3号，健全太极拳社80周年庆典隆重举行。来自世界各地的无门弟子和亲朋老友欢聚一堂，以精湛的太极拳展演向不平凡的80年致敬。吴光宇先生亲自担纲主持，全程精神饱满，神采飞扬，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。此刻，他的内心充满了一个身负重荷的传承者，不辱使命、继往开来的欣慰与自豪。经过80年的庆典，我心里特别开心。原因是我看到全世界的健全太极拳社的门徒、弟子、学员都回来香港，不只是庆祝，还在台上表现他们学的功夫。所以我说，吴氏太极拳从这儿有一个新的，就是一个里程碑。将来我们下一代继续去发扬太极拳，不止的功夫了得，他的武相精神也从下一代去原汁原味的传下去。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，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，立果日渐辽远。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也随之传播四海，惠及世界。